大家好，我是看片家咖啡。这一集我要讲一讲关于个人将石田萌萌全部作品从头到尾完整看完后的观后感以及个人评价。首先介绍一些关于石田萌萌的个人背景信息。石田萌萌的日文名字念作托 Kita 摩 A， 在偶像时期的名字叫做爱须绫，日文念作爱伊丝雷伊。石田萌萌有2个公开的生日，一个是她作为 AV 女优时候公开的生日，2001年5月5日。另一个是他作为偶像时期所公开的生日，2000年3月22日。职业生涯是2021年，身高是158公分，三围是85、57、89，罩杯是1 cup。下面介绍关于石田萌萌的职业生涯。在2016年到2018年，石田萌萌作为女子偶像团体 Let's Poco Poco 的成员进行演艺活动。2021年1月，石田萌萌发表第一部作品 SIRO 4593。2021年8月到10月，石田萌萌作为片商 Prestige 的专属女优，活跃在荧幕前。2021年10月，石田萌萌发布最后一部作品 ABW154。下面是我的观后报告。石田萌萌的全部作品我都从头到尾完整看完了，一共有4部，全部是单体作品。下面是关于石田萌萌偶像时期和女优时期的颜值和身材的对比。图1和图3分别是石田萌萌作为女团偶像时的身材和颜值的特写照片。图2和图4则分别是石田萌萌作为女优时的身材和颜值的特写照片。两相对比，其实2个时期的外形变化不大，但是女优时期石田萌萌脸上的妆化的更浓一些，更显成熟。关于石田萌萌颜值和身材分析，石田萌萌的身材偏丰腴梨形身材，给人感觉下半身比上半身更胖一些。依罩杯天然胸部，胸部大小还是比较可观，上半身正面有4颗明显的黑痣，腰腹有一些的赘肉，但是还不到游泳圈的程度。四肢比较粗，臂膀和大腿的肉不够紧致，有一些松垮垮的感觉，臀部比较肥硕。颜值方面，石田萌萌的脸显胖，而且有点臃肿，在某些角度能够看到双下巴，所以拍摄照片的时候必须要找好角度。眼睛很大，左上排的牙齿排列不整齐，导致嘴有点歪。总的来说，个人觉得石田萌萌是属于身材比较丰腴类型的女优。在片商 Prestige 的专属女优中，也有身材比较丰腴的女优，例如在2021年出道的小鸠麦。石田萌萌和小鸠麦都属于是身材偏肉感的类型，而且身高也都是158公分。在罩杯大小方面，石田萌萌是1罩杯，小鸠麦的略大一些，是 G 罩杯。2位女优的臂膀和大腿都比较粗，在腰腹部，2位女优都是有小肚子的，但是小鸠麦腰腹部的赘肉更明显，直接是腰上挂了一圈游泳圈。虽然两者身材上差不太多，而且石田萌萌有前偶像艺人的光环，腰腹部的身材也没有完全走样，但从我个人的视角来看，我会给小鸠麦更高的评分。石田萌萌最大的硬伤还是脸的问题，虽然石田萌萌可以化妆显得脸部很精致，但是脸显胖，脸上的肉很松弛，甚至在有些角度可以看到双下巴，这形象上就要扣很多分。虽然小鸠麦身上有游泳圈，但是她脸上的线条还是比较紧致，下巴还是有清晰的棱角，有的拍摄角度看过去真的是很精致的神颜。接下来讲一讲石田萌萌的作品影视形象。石田萌萌的第一部作品是素人片 SIRO 4593，后来她成为了片商 Prestige 的专属女优，并且拍摄了3部影片，包括 BGN 067的新人偶像， CHN 207的美少女， ABW 154的美女。她所有的作品都在塑造偶像或者是美女的角色，但是说实话，个人认为石田萌萌在实力上远远没有达到 Prestige 专属女优的那种国色天香的尤物级别的水平。最后，关于石田萌萌的个人评分总结，个人对于石田萌萌的评分我会给在 8.0 到 7.5 分 A 减级别。原因是石田萌萌虽然拥有前偶像艺人的身份，1罩杯的天然胸部也是不错的，但是脸上的和身材上的硬伤还是太明显。像她这样类似情况的女优，可能需要包括矫正牙齿，通过运动减肥瘦身，增强身上的肌肉等等举措来重新改变自己的形象。如果你喜欢有女团偶像和艺人身份背景的女优，那么我会把石田萌萌的作品推荐给你。石田萌萌的从出道到隐退全部作品，想要看完和收集的难度，个人认为是简单，因为这些作品都很容易在网络上找到资源。以上就是我个人对于石田萌萌全部作品看完之后的测评，希望大家看完记得点赞和关注，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下讨论。如果有希望我做某一位女优的全部或者部分作品的观后测评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推特私信我，并通过支付宝赞助一定的金额来制定下一期的测评视频。当然，也可以单纯赞助本频道，支持节目继续在 YouTube 上做下去。谢谢。